为什么中国人很爱面子？为什么中国人穿西装穿不出西装的精神气质？大多数穿出的是土土的山寨的感觉。为什么中国的影视剧给人的感觉很假？今天我们继续读《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这本书。今天读到的是中国人的门面与样子这个专题。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读更多的书，以帮助自己查杀掉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讲究面子与门面，也就是以人工美化了的面貌去面对世人。这种态度既可以对人，也可以对事。对事来说，就是用无害的谎言对事实施以美容手术，有时甚至达到了编造故事的地步。其目的则是将平凡乏味的日常生活戏剧化。这种态度延伸到人的方面，就变成了在别人面前做自我美化与自我提升。它包括一种争强好胜的不甘示弱的成分在内。因此，除了很注重仪表与外形，涂改自己的履历这一类的事之外，往往还故意越轨，以表示自己不是循规蹈矩的听话的没有个性的人。中国人也注重穿着，很讲究有形与微，因此一般比美国人与北欧人更注重衣着。然而，虽然从西欧进口了名牌，却因为不具有文艺复兴的文化背景，而不能出现法国、意大利的那种优雅。事实上，中国人讲究有形、微或者衣着入时，往往是害怕被别人看不起的考虑，多于将自己的外形当作艺术品处理的考虑。基本上说来，身体化的倾向是很难制造美感的，必须有超越于身之上的因素，才能使身美化。尼采说，有创造性的身体为自己创造了精神，并让它作为自己的意志的手臂。这个能够超越于身之上的因素就是个性。在缺乏这个原理的中国文化里，这个因素也可以由个体的情欲与灵性之心提供，因此也只有在新的文化仍然发达的地方，出现在少数人身上，主要是女性。至于现实的身体化倾向，就没有什么超越的因素可以使身体美化，即使是有容貌，没有气质也是不可能出现美感的。中国人在世人面前摆出形象，以免被人看低的倾向，与拉丁民族的自我美化的提升也有近似之处，但是却因为不具有他们的热血性格与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因此也不见得表现了什么个性。的确，拉丁民族自我美化的中心环节就是表现个性，没有了个性也就谈不上个性美。在国内，个人的表现则是受到压抑的，这种压抑自然也包括在仪容方面的表现，而官方与社会主流在个人身上推崇的美德也是自我贬义、无私与老实。因此，中国人爱门面的倾向就以另一种形式表现了出来。这种态度仍然是二人之间的做人方式，不要太清楚地划分人我界限或斤斤计较，让自己多吃一点亏。中国人的存天理灭人欲，就是为了表示处处以对方为重，而将自己贬得很低；为了表示不炫耀自己，而搞到女人打扮的清汤挂面，男人像梅干菜一样的外形，以及为了表现自己的安分守己、听话与人保持和谐，而不表现自己的做法。这一切站在拉丁文化或欧美文化的角度来看，都是破坏一个人美感的。尼克松第一次到上海，市面上突然蔬菜与鱼类充分供应，但是只准看不准买，这个实例充分证明了中国人的面子文化，这是老百姓生活中的下意识行为。这种行为的目的并不一定是在于欺骗他人，因为它几乎是一种习惯性的仪式动作。这就好比一个女孩子要急急忙忙地去见人时，总是匆匆忙忙地整整衣服、弄鬓角，然后才去会见。在中国人无可奈何的日常生活中，这类美化的动作是与事无补的，其目的也只是为了讨好对方和尊敬对方，因此并不在乎破绽百出。中国人这种暂时地将自己抽离现实生活的层次，而将自己放在一个夸张的层次上的倾向，也很明显地表现在中国人拍照的时候。西方人拍照都是随其自然不摆姿势的，除了广告或故意的胡闹外，但中国人在面对摄影机的时候，就必定会不自觉地摆姿势。这个倾向在中国大陆内部更要严重一些。在中国大陆，照相时除了摆姿势以外，还出现拍照之前先更换衣服或化妆的现象。在公园中，我们不时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有的女孩子身上穿着长裤，手中带着裙子，
到了拍照时，就将自己在人群中不敢穿的裙子去换掉裤子，拍照以后又从裙子再换回裤子。有的女孩子为了拍照就涂上平时不敢用的化妆品，并在双辫子上绑上平时只有女童才敢戴的蝴蝶结，虽然很可能用的胶卷也是黑白的。这种倾向不禁引起人们的思索，中国人在某些特殊场合中的夸张，是不是对被压抑的过度的现实生活的一种补偿？然而，这仍然符合了中国人喜爱门面与样子的心理。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个复杂的现象，就可以明白中国人为什么拍不出好的电影来。国内的电影工作者曾对我说过，不知道为什么外国人即使拍虚构的科幻片，也拍得像真实事件一样，而我们即使拍真人真事改编的故事，也无法给人一种真实感，反而给人一种在演戏的感觉。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就在做人，也就是多少含有渠道化角色的成分。至于电影，又是一个抽离现实生活的层次，而在这类场合中，中国人又势必再度加以夸张。既然平时也在做戏，在银幕上表演时再经过艺术夸张，就只有使演戏的痕迹毕露，没有一点真实感。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将自己贬低抹掉个人的做法，却不会使他们自己感觉到自己在演戏，他们反而会认为这是作为人的唯一途径。这种抹掉个性的做法已经使戏剧中的人物造型缺乏个体化的深度，也就是具有严重的类型化的毛病，再加上不切实际的艺术夸张，就把任何真实感都抽离掉了。艺术就是夸张，这是我在中国大陆内部常常听到的一句格言。然而它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还不如说是反映了众人的那种习惯性的不怕破绽百出的文饰态度更为恰当。国内一位戏剧工作者对我说，他们在拍戏时总是不可避免地将现实生活提高一档或两档。例如，当我们要去描写工人的家庭时，就往往将场景布置成一个中上阶层的住宅。我们也发现，在任何地方制造的中国电影里，演员的容貌总是要比日常生活中碰到的人更为俊俏，即使他或他们饰演卖烧饼的，或者饰演的是乞丐也是如此，而且往往在这类场合中还会涂上厚厚的妆容。因此毫不令人惊奇，港台的电影和电视演员大多是靠美貌，而不是靠性格。国内的电影业也是同样，任何没有个性化深度的造型都是一个艺术上的失败。然而对中国人来说，这还是一个文化上的失败，因为这不是演绎的问题，它是一个文化深层结构中的问题。要解决艺术造型中缺乏个性的问题，就必须先解决现实生活中同样的问题。